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跟金融货币相关的重要议题啊，也是美国财长 Bessent 呢5号在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他正面杠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Bessent 痛批呢说，产业中存在了一个虚无主义集团，这些人宁可看到国会完全不通过监管，也不愿意接受他所认为的健全监督。那双方呢会这样子争执啊，这个争议焦点就在于说稳定币的被动收益这个部分要怎么看呢？因为参议院呢倾向禁止发行稳定币的这一方呢，只因为说用户因为持有了稳定币，比如说是像 USDT 啊或者 USDC， 然后呢就支付给他们被动收益。再一个行话呢就是说躺平升息，你躺平了，自动就会有被动收益进来你的账户里面。那当然也希望说那个加强这个银行业的地位啊，防止稳定币成为非银行发行的影子金融商品。好，那银行业的游说团体当然也非常的强烈反对开放稳定币所提供的固定收益，而且指控 Coinbase 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回到稳定币这个主角上面，特别是讲稳定币造成的被动收益，也就是躺平升息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怎么看？那个稳定币是跟 US Treasury 连结嘛，所以它会有被动收益。那有被动收益本来就应该分享给这个拥有者嘛，哈。然后它又会再以稳定币的形式发放，等于又形成了 US Treasury 的下一个固定买盘，所以对 US Treasury 是个好事。那传统银行反对是因为怕银行的存款流向稳定币，所以传统银行呢要求稳定币商呢你要去拿一个银行的牌照。那这个交易所呢，他们是愿意被这 CFTC 的一个监管，可他并不愿意被 Fed 做高监管，因为银行是杠杆经营，它是有 run on the bank 的 risk，而交易所是买空卖空，它并没有杠杆，它并不需要像一个银行要有这个 license。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解决啊。第一个，稳定币就这些交易所可以把稳定币放在社区银行，让这些小的银行它有一个 interest， 也有 bargaining power against 这些大银行。第二，稳定币它发这个被动息，只要不要超过所有美国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的上限就好了。所以，我们讲到银行，其实像在台湾也是哦，就是一般金融会去做银行也好，金控也好，其实它是特许行业，也就是少数人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业的。那现在银行在美国这边的传统银行业者，他们会这么大的反弹？刚才安雅老师也提到，就是他们。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利益被瓜分了。原先这个有用户，他们有实体的传统货币的，跟现在有稳定币的，他都可以孳息。可是变成是说，原本的那个利息，以前是从传统银行拿到，现在从稳定币拿到，当然就吃掉了传统银行这部分的。你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因为现在游说团体也在不断去拉比国会的议员，这件事情最后的解方？当然，站在这些所谓的 Coinbase，它是希望有法规出来，就像之前的那个天才法案一样啊，他也希望被纳入监管，他监管，但他希望低监管 ，OK， 用 CFTC 这个期货商的监管的模式，而不是像银行的监管模式。这个核心还是回到银行是个高杠杆，银行等于是合法的，可以创造货币出来。今天我们只要拿一个房子到银行，银行就可以创造货币出来，所以银行。跟交易商有点不太一样，交易商是今天他买稳定币，他把这个钱理论上来说是要把它去买 US Treasury， 可是 CFDC 跟 CFDT 是不一样，而且 USDC 跟 USDT 是不一样。Tether 它只有2/3左右的是去买 US Treasury， 另外有1%，你根本不知道他去买私人飞机还是买什么东西。对。可是在美国被监管的这个，他必须要去买 US Treasury。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是的，他想被监管，可是他觉得我不需要像银行一样，因为银行是杠杆经营。你今天大家突然想去银行提钱的时候，银行没那么多钞票，可以留在那边。可 USDC 它随时它是1:1的在做这个置换。对，而且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稳定币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美国的稳定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就是要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哈，包括说用稳定币将来可以买很多的美债。好，那
同样的，中方其实也希望能够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的地位哈。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在他们的这个中共党刊《求是》当中就强调一件事情啊，他特别点出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金融强国？就是呢，一个拥有强大货币，而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跟外汇市场中可以被广泛使用，而且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政策性部分的，这样子是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目标。那对照刚刚讲说，美国财政部啊，最近他们也在报告当中指出呢，说人民币被大幅的低估啊，也呼吁中方要让汇率走强。然后中方立刻就抛出这个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构想，所以大使怎么看人民币长线的动态？当然，就是说现在对人民币，我觉得它在策略上先变成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啊，对它比较有利。因为事实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贸易的工具的话，现在这个人民币还不具备那个条件。而且事实上，人民币事实上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我觉得始终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它的境外人民币的数量啊，它也不希望很快的增长，让外国的政府掌握很多这个人民币哈。我想这个各方面的考量。不过人民币，我觉得就是说走上国际化是一定要走的，它基本上一步一步这样走。所以这是不是提出来这个说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我觉得这是他目前希望的达到未来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啦。因为人民币事实上相较于美金，相较于其他的这些储备货币来讲的话，那它现在比较符合一个条件，就是说它虽然短中期它会有一些波动，可是呢波动的幅度并不大，而它长期的趋势只要是一个缓升的一个趋势的话。那基本上，它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货币市场上，很多的央行里面，它就会比较会中意人民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也在缓慢的推进这种所谓本币交易啊。那这种本币交易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大宗的国家在采购的物资方面做本币交易。那不过人民币最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的流通性还不够。那这也不是中国大陆它很快它就可以完全管制它这个人民币的做这个管制的行为，因为到底的社会结构还有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面临的国际挑战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希望把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的这个国际货币，可是我觉得它是很有步骤的。对，那现在可以很看出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主动抛出来，希望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个地位我想这是它目前现阶段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汇率其实跟关税也有一些关系黄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特别是全球关税马上到4月就等于是满1周年了，那所以汇率的调控，尤其是在人民币这边的考量它会怎么样去影响？包括像美元也是怎么样去影响接下来这个国际金融贸易的体系？我觉得它虽然慢慢的被定义成所谓的具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我感觉接下来它还是很难单靠他们一国之力去影响整个全球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市场，它主要还是靠它自己，就把它自己的所有的产业链整个内需大片江山，所以之后它的汇率怎么变动，其实它在短期内我想变化应该是不会太过的巨大。OK， 因为我们川普哥又走了什么奇怪的路子？川普最近对不管是汇率，特别是对利率都很有意见就是他最近讲说他要马上他应该最希望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希望赶快让美国的法律他在操控利率，而且他希望赶快让鲍尔下台那所以接下来呢，也要看的是说呢，他最近不是提名了前联准会的理事就是 Walsh 了，然后呢成为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那市场的反应很特别因为像市场反映出像是美元走强、美元指数上扬，还有黄金、白银这些避险性的资产价格一度回档，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也上升造成股市的回档。那《金融时报》的评论就指出说呢，这个撇开 Walsh 的动机不谈，这位未来的联准会新主席呢，他的货币政策处方很简单，就是呢要提高经济成长率，然后呢压低通膨率，必须要调整利率，缩减这个刚刚安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所以你怎么看他将来有哪些政策选项可以考虑？这墨水很重要他会回到1951年 Fed 跟 Treasury 合作的方式。